是陈先生吗？是夏二爷吧？是。在下陈大师，请坐。哎，夏初，韶华，你是想毁了我吧？我只是想……我不管你想什么，是我们曾经是有约定，但是那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，我是没有等你，但我不见你的。但你亏欠了你自己。我现在已经嫁人了，我有我自己的新的生活了。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我没有想要强迫你跟我走，我只想鼓励你继续往前走。夏二爷，你今天约我来，不是为了谈生意是吧？是为了韶华？是，请你还韶华自由。什么？让我带韶华走。大帅，干嘛？我让他知道什么叫礼义廉耻。我们陈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之家，但是我依然可以给他体面的生活。我这辈子都不会让他饿着累着。可这是韶华想要的吗？你跟她生活了这么些日子，你了解她吗？你觉得她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吗？你家的院墙能关得住她吗？那如果我说我想要离开这里，我想去看看那边的世界呢？陈先生，如果你真的爱韶华，就放她走吧。我他妈想杀了你，知道吗？够了！你们在这吵来打去的，把我当什么了？当一个物件吗？我不需要谁放我走，如果我想走，谁也拦不住。我也不需要谁救我。我想堕落还是上进，都是我自己的选择，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我自己的人生，我自己做主。这是干什么？穷家附录。我知道，我给你添置的这些首饰你不稀罕，还是带着吧。万一路上这个手头紧，可以卖了换点钱。大叔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你的性子太傲，太要强。夏家不比陈家，高门大户，人多眼杂。你到时候去了之后，你千万要收敛些许，不必处处掐劲儿，凡事争个上风。韶华，你虽然是个女子，但是刚烈起来，很多男人的比不过。老话说得好，知刚则易折，知柔则无损。这个夫妻之道呢，要阴阳互补，刚柔并济。到时候你跟夏初成亲之后呢，适当之时还是要婉转忍让。陈大叔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夏初说了，他在两路口等你呢。我没有说要跟他走呀。明天一早，我送你去两路口。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是想撵我走，对吧？就算是吧。难道你不想跟他走吗？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就是多想，最终你都不会走，因为你觉得那样做，你肯定会觉得对不起我。我其实也可以把你留在我身边，但是那样做又有什么意思呢？韶华，其实我一直都知道，我自己配不上你。别胡说！你是我见过最完美的女孩，聪明、能干、勇敢，而我呢，却是一个非常平庸的男人。大叔，这十里八乡的，谁不知道是我高攀了你？他们那些人，就只是看到了谁家有钱，谁家没钱，他们根本不知道你是无价之宝。如果不是韶中出事情，我根本够不着你。其实，你跟夏初才是真正的般配。不是这样的，大叔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应该是我，你应该嫁给他，但我却娶了你。
是我不好。你已经很好了，老华，真的，以我的资质，能跟你朝夕相处这么一段日子，已经是老天爷的恩赐了。所以呢，我不能再贪了。大叔，少华，我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多天的开心。我唯一能回报你的就是把你撵走，给你自由。你是知情知性之人，我估摸着那个夏初也是激进的性子。你们俩都是干大事的人，但是难免会惹祸上身，所以你该拉你就得拉他，你不能事事一直都往前，知道吗？大叔，大顺儿，大顺儿，开门呐！大顺儿，大白天的你关着门干嘛呀？也不说话。大顺儿，这别出点什么事儿啊？怎么这大干嘛？这更坏了，娘，这是不是喝多了呀？大白天的喝什么酒啊？大哥，娘，兴许是中邪了。你才中邪了呢！哎呀，你嫂子呢？我没看见。怎么回事啊？老爷，爹，这大顺儿在屋里门也不开，大白天的，你说你怎么叫他也不吱个声儿。大顺，大顺，老大家的也没在，去给我找把斧子。哎，会不会出事把他给那？嫂子，嫂子回来了。嫂子上哪儿去了？这手里印的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手里头。离开，还是留下来？我说了算。你怎么跑到我们前面来了啊？我从村里绕近路跑。楚小姐，还有事吗？陈叔，我是来把这个还给您的。咱俩家的亲事，从此作罢呗。不是，这都定好的亲事，怎么就说作罢就作罢呢？嗨，楚小姐，你可想好了？自古结亲都讲究个门当户对，这眼下陈家什么样，我们家什么样，都摆在眼前呢。这也不是什么势力，我知道，这就是人之常情。再说，我要真勉强的嫁到陈家做媳妇儿，你们心里肯定也会有芥蒂的，所以我情愿就此作罢了。那你娘跟你嫂子呢？他们是他们，我是我，就算我那荒唐爹在世，我想这么处置就这么处置。爹，我就说吧，韶华比他们娘家人运气多了。行啊，既然你都想好了，那我就成全你吧。啊？爹，从今往后啊，你和大顺，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了啊！爹，如此甚好。那陈叔、陈大哥，我就不送了，你们慢慢回去吧，我走了。韶华，韶华，韶华，爹，你干嘛？爹，爹。哦，对了，陈叔，这婚啊，今日虽然退了，但是我那大哥还有嫂子，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会提一些非分的要求。到时候你们不用理会啊，就说这亲事是我主动退的。那个你们没要赔偿已经是宽宏大量了。如若他们还是纠缠不休的话，就麻烦您找个人给我带句话，我自己会想办法让他们打消这念头的。孩子，我可以有些银钱资助些许的。啊，千万别！我爹败家，就是因为银钱来的太过容易。啊，我哥出事儿也是因为总觉得天上能掉馅儿饼，所以我就更不能无功受禄。
不劳而获了。爹，你看看，你还真是有些硬气呀。不过，不过什么？陈叔，你要是真能念在和我爷爷当年这份情上，愿意帮我的话，能给我找份事儿做吗？你一个小女子能做什么呢？我会打算嘛，我会算数，我还会写字，于医药一行，我也略懂皮毛的。楚小姐，你们楚家这门亲呢，我们陈家这就结定了。回去转告你娘，就6月18吧，这个日子是甚好的。陈叔，要不您再考虑一下呢？我考虑了，快回去吧，别让你娘着急。大顺，我们走。快回去吧。回来就好。是啊，娘，少忠好不容易平安回来了，咱们得庆祝一下吧。明儿到市场上切块肉去。那得多少钱呀？哎呀，娘，你看少忠这吃的。娘，我是得吃点肉补补了，流了很多血。好，好。少华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你到底要去哪儿啊？北京，北京？你不是老跟我说，北京这儿好，北京那儿好吗？我终于可以去看看了。北京可大了，你一个人去？还有谁啊？小武。小武是谁？他家是大辛庄的，他之前在守元药庄做事儿。所以那天在药室，突然就不见了，其实是去找他去了。你们俩好多久了？1个月了。啊？才1个月？1个月你就敢跟他走啊？他对我好。不行，二妞，你不能走。为什么呀？如果他辜负你呢？少华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对我最好的人就是你了，再就是小武，他不会负我的。我还是觉得你这样做太冒险了。就算冒险，我也要走。少华，你跟我说过，你害怕一辈子被困在这儿。其实我也害怕，我要再在这儿待下去，我肯定就被我爹打死了，我要不然就得被卖去给老头做田房。跟小武走，是我这辈子唯一走出去的机会。我走了。二妞。
服。哎呦，哎呦，请问诊金多少？你们是土匪还是乱打？我们不是土匪。少华，以你的聪明和胆识，只要你愿意走出去，一定能做大事。等我回来，我带你去看外面的世界，好吗？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等我。小华，该上架啦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听说夏尔爷是革命党，革命党丢炸弹刺杀什么一等功啊，结果不小心把自己给炸死了，说是血肉模糊。在平凡的世界里走着，做沉淀的如一条长河，你我的都容留对视，每夜翻过生活的皱褶，总是会在叹息中度过了无声。可我的心却不肯关门，那一闪而过却未去追寻的。我去了北京，我一定要努力挣钱，把你想要的全都给你买回来。我想要的，你都愿意给吗？对呀，天上飞的、地上爬的、水里游的，只要你说出来，我都努力给你办。那如果我说我想要离开这里，我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呢？外面的世界？难道你不想要胭脂水粉、绸缎首饰？我真想做事。做什么事啊？做男人能做的事，做大事。大顺啊，你觉得怎么样了？没事了。哎呦，事儿，哎呦，这叫没事了，这都没好利索。爹，我们这回北京后就要开始忙活了。我怕那个有些活可能我这个伤支应不过来。那个你看能不能让韶华跟着一道过去啊？他能干什么？那能干的多了呀。你看，一来我跟爹就有自己人照应了呀。这二来，你看之前我跟爹在这个店铺里忙活，在家里要洗洗涮涮，以及这个掌柜、伙计的吃食，都交给这个房东太太打理了。韶华去了，这不就省下一大笔钱吗？不行，这家里的规矩都还没学会呢，进了北京城你也是给我丢人现眼去。不行啊，不行就全家一块儿去。都去啊？都去，那得多大开销啊！本来我也计划咱们全家都过到北京去，这次啊一起搬过去，正好避避风。避什么风啊？怎么了？避什么风？三寿帮这栽在大顺和韶华手里这么大个跟头，你以为他们不会来报复啊？那可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眼下是风平浪静，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。万一这帮土匪查到什么，找上门来，到那个时候，咱们想避，那可就完喽。还真是。老爷呢？咱赶紧走吧，全家咱们都一块走吧。怎么的？现在啊，不吃饭了？啊？太快了也会打草惊蛇的，这怎么要求稳？嫂子，你要出去吗？嫂子去哪儿啊？我要去北京了，我终于也可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过去的都过去了。
少华，还活着。总听到你声音，似情似愿。你还好吗？照片有些眷恋，来年又赴他地点。哇，很好，非常好。你有点变了。我嫁人了，他叫大顺，对我。那就好。那是我的战友老聂，行刺那天，我见他衣衫单薄，就把我的外套给了他。炸弹提前爆炸了，那件外套里有写着我名字的信和账单，所有人都以为那是我。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我要去北京了。我就想问问，他眼里还有我这婆婆吗？这要再不加强管束，整个陈家村我也没见过这么野性的媳妇儿。这是没进北京城，这要是哪天进了北京城，他不定捅出多大篓子来呢。嫂子回来了。可回来了。你去哪儿了？你看你的手那么冰，你说你出去那么久，你怎么不多穿点呢？你把自己冻坏怎么办呢？一会儿爹娘肯定会问你话，你什么都别说，一切都交给我啊。走，来。娘，爹，爹娘，还知道回来。娘，爹，我们都错怪韶华了，他不是自作主张回娘家了，是他帮我跑腿去了。您不是让我这个理账吗？我突然发现这个宝珠堂的这个有笔账有问题，但是我一时又走不开，腰腿不方便，于是呢，我就让韶华帮我跑了一趟。可不敢撒谎。没有，之前问你他去哪儿了，你不说不知道吗？哎，早上我这一着急，就临时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刚才韶华一回来，拿着那个宝珠堂的回执单，我才想起来这个事情。啊，你看爹，那是真有这事儿哈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出去吧。有这事儿，等等，老爷这就算那什么完了。你去问问老二，车行那边定好了没有？啊什么？快去吧。爹，那我们就回去收拾屋子去了啊。大顺，你等一下。韶华，你去吧。哎，快去吧。嫂子，哎，尝尝我熬的汤。你熬的啊，我是照着你的法子熬的，也不知道味道正不正。坐吧。夫妻和美啊，这是好事，但是万事都要有个度啊。过犹不及，懂吗？懂。韶华能干，这也是当初啊，我看中他的这一点。但是能干之人呢，大都桀骜。为人之夫，爱妻这是本分，但是能够驾驭他，这是你的本事。今年3斤5箱就能换1斤香馥。哎，韶华，那边有唱戏的，走。哎，夏老板来了。这人谁呀？夏老板，你认识他？齐州药铺做生意的，谁不知道首宴要赚的夏云夏老板？如果有一天我能像夏老板那样威风，就太好了。哎，夏老板你好。
二妞，二妞，麻将了！小心！哎呀，哎呀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谢谢，谢谢姐姐。没事，谢谢。走。我帮你吧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那我先付个定金，麻烦你把这个货送到同福货站。不行啊，兄弟，我们关东帮有个规矩，向来都是货前付全款。哎，你放心啊，我们可是关东帮啊，绝对不会货不对版的。行吧？好，里边付款，请。这位大哥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就多看看几家再付款。这位姑娘，谢谢你啊，我已经看了好几家了。那唐老板的货挺正的，价格也公道。不是，没事。跟你有关系吗？多什么嘴啊你？真晦气，什么玩意儿？骂谁？我骂你，你就是个晦气的臭女人，你敢打扰我做生意？好了好了，你卖假黄芪，你还有理了？你放屁！你看，这表面的纹路是黄色的染料染上去的，还有这虽然缎面是金盏银盘，但是中央无髓，还有这射线，你看，它也没有裂隙。你是齐州帮的吧？啊！大伙儿听着啊，我们关东帮从来不作假。对，齐州帮做生意做不过我们，那满嘴喷粪，血口喷人。我今天我非干死你不可！别！哎，唐老板，你卖的根本就不是黄芪，他卖的就是木须根儿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，我让你看看。我这。有人陷害我呀！这是栽赃陷害呀，兄弟！哎，大娘，我问你一下，有没有看到一个跟我个子差不多高的姑娘，穿着也是粗布衣裳的？没看见，没看见。韶华，二妞，哎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我找了你半天呢。我也到处找你呢。你这脸怎么了？啊？哦，没事儿。啊，哎，给你，快吃，一会儿凉了，我特意给你留的。油饼儿啊，你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吃食？哎呀，你就别问了，赶紧吃吧。你是不是有事儿？没啊。你一定有事儿。我过2天再告诉你。那我也有事儿，也过2天告诉你。啊，也有事儿。大哥，你进这么多黄芪干什么呀？便宜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儿？啊，卖家着急回家，全部贱卖给我了，正好做完灵丹。那钱你都付了？啊，人家货都送到了，我能不给钱吗？不会有什么陷阱吧？你可别买到假货了。这所有的货我全都亲自验过，都是真的。不信，你看看。怎么样？没错吧？但你做完灵丹1担就够了，怎么买这么多呀？哦，卖家说，如果我能把他手上的货全部吃下的话，就给我50大洋1担。我想了想，
那不干脆全部拿下不就完了吗？400大洋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咱们账上的，加上我想办法又凑了一些，正好。那，你找过安可堂的经纪了，对吧？你傻呀！我们买家和卖家自己都搭上线了，我凭什么给安可堂那帮人2个点的佣金？再者说了，就算我愿意花这样的冤枉钱，卖家也未必肯。跳过安可堂出岔子怎么办呀？黄旗都摆在这儿了，还能出什么岔子？你还不说实话？我不知道，这明明就是你造的假。如果我造假，我唐又基，我出门我就让马车撞死。三爷，老唐是被冤枉的。我们的黄旗都是在关外打包好才运到齐州的，麻袋上都有我们关东帮的暗印。您看，这麻袋上的暗印粗糙又潦草，显然是伪造的。他就是伪造的嘛！难道有人把我们的黄旗调包了？齐州帮，齐州帮，唐耀吉，你就是只鸡！你们卖假货，现在所有的客商都怕了你们了，不给你们做生意，这碍我们什么事儿？放你的狗屁1大斤！就你们干那点破事儿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呢？来呀，玩！给我上！谁在这儿这么威风啊？三爷，三爷，是夏老板呐。既然夏老板亲自上场，那我就陪着夏老板，把这以前的账都了了吧。看来三爷对我夏某是有所误会啊。哼，难道不是你啊？你调包了老唐的黄旗，砸了我们关东帮的牌子，这事儿，他还真不是我干的。被谁抓走了？好像是齐州帮的人。因为什么？说什么少忠哥用假黄旗调包了关东帮的真黄旗。啊？怎么可能呢？不是，少忠被抓走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啊！关东帮卖假黄旗这事儿，三爷您认定是我们齐州帮捣的鬼，所以呢，我就派人放出话去，说我要高价收黄旗。嘿嘿，你看这姓楚的就上钩了。今天交货的时候，人赃俱获。夏老板，那黄旗真是我花400大洋买的。对呀，他死不承认。我觉得呢，这事儿还有很多疑点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关东帮的牌子还有您杨三爷的名声算是保住了。今儿这货完璧归赵，人您随便处置。王小哥，你看见我哥了吗？你哥他被绑在药王庙太监呢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啊！让！不要扔了！不要扔了！别扔了！别扔了！少华，大哥，快救我！什么情况？现在？关东帮的杨三爷说要把我绑在这儿示众3天，然后私刑处死。什么？快想办法去为我作证！我真的没有调包他们的黄旗。我要知道那黄旗是贼赃的话，打死我也不敢买啊！大哥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三爷不想见你，你请回吧。我只是想替我大哥说几句话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哥炮制假药，伤天害理，就是死罪。不是，那黄旗家家都有，凭什么说我大哥手上黄旗就是你们关东帮的？难不成你们关东帮的黄旗上面都刻上字儿了？黄旗上面虽然没有刻字，但是那麻袋上面有我们关东帮的暗印。闪开！那黄旗到底谁卖给你的？就是个西北来的姓黄的一个老板，
他住那个云来客栈。西北来的黄老板，早走了。他什么时候走的？走了好几天了。那8担黄芪谁运来的呢？他找车夫运来的呀。哪儿的车夫长什么样？他嘴角有颗痣，胸口有个达字。池春堂。对，一共8担黄芪。哦，对，有这回事儿。啊，那是谁雇的你？是一个姓黄的老板。他人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那天送完货结完账之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他。那个黄芪是从哪儿运到池春堂的呀？那可远了，就从这儿往南50里有个马柳村，村东头有户人家，就那儿。哎呦，唐老板来了，三爷起了吗？早起了。好，快这。杨三爷，不能进。杨三爷，调包你们关东帮黄旗的人绝对不是楚朝忠。哪来的野丫头，敢在我面前放肆，轰出去！哎呀，走。都说杨三爷既能明察秋毫，又能明辨是非，没想到你也会被人蒙骗。等等，你是谁？我是楚朝忠的妹妹，楚朝华。我认识你，三爷，就是这个臭女人，说我卖假黄旗，还打人。谢谢唐老板认出了我。不客气。如果楚朝忠真的调包了黄旗，那我作为他的妹妹，难道不应该闷声发大财吗？我揭穿了唐老板的黄旗是假的，这不反而让你们警醒吗？兴许你根本就不知道是你哥干的，要是一时多嘴，不就坏了你哥的好事了吗？有道理，但是我查找到了制作假黄旗的地方。你是怎么找到的？虽然卖我哥假黄旗的那个西北老板已经不知所踪了，但是我通过通达车行的车夫大柱，找到了一个50里外的马柳村，那有一个院子，租那个院子的人已经离开了，但是院子里面还留了一些木须根、染料，还有一些工具，这些都可以证明那个院子就是制作假黄旗的地方。你哥是造假之人，他造假的地方你岂能不知？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车夫来查找吧？我问过那院子的房东了，他说租他院子人就是个西北人，根本就不是楚朝忠。那要是你哥雇了一个西北人去租下那个小院子呢？好，那请问，这个又怎么解释？你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是我在小院找到的，是装假黄旗的麻袋。都说你们关东帮的麻袋上是有暗印的，这个麻袋上它也有暗印，猛地一看和你们的暗印如出一辙，但仔细一看就能看出端倪来了。三爷，你看，这麻袋上的暗印粗糙潦草，和老唐家的应该出自同一个人之手。哼，这有什么可奇怪的？你哥既然要制假调包，那暗印肯定是要伪造的。我哥既然要伪造暗印，那他首先要知道关东帮的麻袋上是有暗印的。那他出售真黄旗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换掉麻袋呢？那谁知道啊？杨三爷，我哥的确是收了贼赃，但他是无心之过。但是您若认定他就是调包药材的那个人，那您就是放过了真凶。都怪那个姓黄的那个黄老板，让我再看见他，我饶不了他。哎，就是可惜了我那400大洋啊，就这么白白的没了。那就当买个教训了。这以后啊，天上有掉馅饼的事儿，咱就得多留个心眼儿。还好有池春堂呢，咱一点一点的做。先把那亏空给填上啊，生意呢以后也会越来越好。
少华，其实还有个事我想跟你说。哥，干什么？哎，干什么？少华，少华，别动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放开我！上去！放开我！